陆明干啥呢？又想淋雨？不知道啊，听他说一下雨就会想起死去的前女友。我去，他前女友咋死的？他说好像是被他……操！谁能告诉我这嘉豪成神系统是什么鬼？感受到议论，豪气值加0.9，豪气值加1。穿到这个世界已经18年，我没等来异能，也没等来修仙，终于在18岁时激活系统。嘉豪成神系统觉醒，检测不到宿主身上的豪之气，系统锁定，收集100点豪气值方可解锁。开学不到1个星期，为了这破豪气值，我孤立了全班所有人，还差30点，这破系统总算要解锁了。陆明，赶紧把衣服换上，教官来了。怎么还有人没换衣服？搞什么特殊？我去，还得是陆明晶啊！故意不换衣服，就等校花班长来叫他。你们别说，我觉得陆明挺像佐助的，真假侧脸像，身世像。行，我这就换上。只不过有没有加重的？军训不负重10公斤，我浑身难受，还卡嗓子。陆明，你觉得军训很轻松吗？当然不轻松啊！你真以为老子想负重10公斤啊？还行吧，主要我以前失恋的时候都这样，下着暴雨，露着腹肌，跑了10公里才好受点。好，不负重难受还卡嗓子是吧？一会儿我单独给你安排。豪气值加1，豪气值加1，豪气值已足够解锁系统。我靠，系统终于开了！豪情在天，谁能与我争锋？别废话了，赶紧说你有什么用。是，本系统可通过宿主的加豪行为收集他人情绪，产生豪气值。豪气值可用于加点、提升能力、升级，只要豪气值够多，宿主甚至能成神。开启新手任务，完成获得新手大礼包。发布任务：雨中舞剑，并且豪气值达到600，解锁新手奖励斩天剑道。舞剑还得在雨里，搞什么？现在哪来的雨啊？我靠！下雨了，不用军训了！哪个神人求的雨？太爽了，解放了！算你小子运气好。行了，军训取消，所有人回去上自习。开什么玩笑？真要在雨中还舞剑？这不就是纯傻逼吗？奖励是世间最强的剑道之一，完成后还能开启系统面板。嘿嘿，谁不想雨中惬意舞剑呢？系统，这具体是个啥？斩天剑道，随宿主实力变强，未来可一剑斩天道。这么强？没错，领取奖励感悟剑道雏形，以及未来每次剑意突破都能获得1次剑开天门。剑开天门，牛！那还说啥了？哥们儿上了！好剑！陆明，你干什么去？只是为这场为我而来的大礼，献上一场助兴的剑法。有病吧！我靠！你们看，陆明在干嘛？精神该不会真的不正常吧？这已经不是嘉豪了，这是颠了！这不是古风嘉豪吗？没想到咱学校还有这种国宝，哪个班的？我要去认识一下。这必须发朋友圈啊！雨中舞剑，我们京城大学的。我应在江湖。豪气值加1，豪气值加1，目前豪气值133。搞那么大声，就让你们再笑5分钟，等我马上领悟剑意，看你们怎么笑。哦，小鬼，可别一个人把风头出尽了啊！666，遇上真嘉豪了。豪气值加1，豪气值加2，豪气值加1。还有我们，快哉快哉！那神经病啊！他们是不是商量好的？商量好的也没这么离谱吧？这个世界疯了！小心点儿，那头羽啸兽不简单，实力不在我之下，而且这玩意儿从不单独出没，
我怀疑周围还有更强的。队长，不对劲，我们顺着痕迹找过来，但这附近完全没有羽啸兽的生命体征，它不见了。查周围有什么人类建筑，它能躲到哪里去？队长，这视频里的雨势完全超出了正常天气预报的范围，而且这图的位置就在城郊的京城大学。什么？该死，他去学校了！所有人，现在立刻赶过去！是。豪气值+2加1，目前豪气值248。兄弟，你这剑……你滚一边去！哦，你是怕你的剑伤到我？你伤不到我。你打我干什么？你不是说我伤不到你？其实也不疼。哎呦我去！嘉豪内斗，只有嘉豪能对付嘉豪。豪气值+2加1加3，目前豪气值273。这么快，马上就能获得斩天剑道了。到时候再感悟剑意，还能获得一次剑开天门的大招，爽！那个谁，所有人回去正常军训。哎呀，怎么这雨还变小了？雨变小了也是雨啊！竟然让我们冒着雨军训，这老登。目前豪气值330。快了，快了！成何体统？这是在干什么？你哪个班的？现在马上给我回到队伍里去，不然立刻给你处分。这逼校长没事干了，非在最后关头来捣乱。豪气值+3加2，目前豪气值374。同学，你够！这他妈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怪物，真的是怪物！快跑啊！他过来了！陆明，你到底在装什么？快跑啊！这是神人吧？刚才给他下处分不听，现在吃人的怪物来了还不跑？他真把自己当剑客了。你们跑什么？豪气值+1加2加1，目前豪气值444。不行，再等等，只要任务完成，老子就能劈了他！牛，这哥们儿无敌了！刚才是我笑太大声了，我称他为最强，还不跑，真沉浸到意境里去了！天哪，我不想死！好恶心，谁来救救我们？怎么这么多恶心玩意儿？完了，他要死了！他怎么还在装啊？真的不怕吗？豪气值+1加2，目前豪气值496。时间不够了，这玩意儿已经到脸上了。畜生，放肆！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，保护学生。是。我靠，从天上飞下来的是疑问局的人！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！
豪气值加25加19加1，目前豪气值563。我去，怎么豪气值加这么多？豪气值加11，豪气值加1，豪气值。看来豪气值跟对方实力有关，这些高分显然是这群人提供的，意思是他们也把我当家豪了。这人怎么还在舞？合着就纯爱舞剑啊！同学，请立刻去安全地带。目前豪气值612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，获得奖励斩天剑道。怎么可能？我刚才全力出手，毫无保留，这畜生竟还活着，这头羽啸兽绝对不对劲。丁，感悟斩天道雏形，目前入门。丁，因宿主建议获得突破，恭喜宿主获得一次剑开天门。终于到老子的回合了，看这次谁还敢说我家豪！豪气值加11，豪气值加12，豪气值加13，豪气值加1。哦，你们这些……这畜生不对劲，所有人准备，玩闹就到此为止吧，接下来的战斗由我接手。同学，赶紧躲到安全的地方去！靠！你们干什么？老子要登场啊！这群人真厉害，还能瞬移，太帅了！这才是真正的高手，不像那个家豪光会在那儿舞剑。就是站旁边纯属拖后腿。陆明，多谢谢人家吧，要不是人家救你，你早就……多此一举。豪气值加1，豪气值加2。保护学生，这头大的我来。是。畜生，还敢跑到学校里来！靠！太帅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战斗！手机怎么黑皮了？我的也是。还想录下来发朋友圈呢。雷斩！什么？队长，你快走！挥剑？什么挥剑？你就是个家豪，你到底在装什么？豪气值加1，豪气值加2，豪气值加1。是吗？那你看好了，这一豪会很帅。好强的压迫力，体内灵力都乱了，半步留灵。队长，快走！红鸟，服从我的命令。半步留灵又怎么样？老子还没杀过呢，留你不得！白痴！说话了，他竟然是个变种。我不想死啊！谁来救救我们？是那个家豪，那个在大雨里舞剑的家豪，他想干什么？找死吗？
孩子，快走！不用，我来斩了他。这孩子装逼装过头了吧？连队长都打不过，你一个普通人拿什么打？豪气值加12加27加14，目前豪气值734。人类，你想怎么死？躺好，别说话。接下来的画面对现在的你来说，可能有些超纲了。超纲？你一个灵力都没接触过的凡人。人类，我在跟好了好了，马上就要下课了，别耽误我们的休息时间。人类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我为什么要听一个蝼蚁说话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下课。这是什么？他是仙人吗？他把天劈开了，这威力完全超越了第3境，就算榨干我所有灵力也不及1%。难道他觉醒了？主宰序列。豪气值加30，豪气值加18，豪气值加14，目前豪气值884。我操！这剑开天门这么鸟，一下赚这么多豪气值，爽啊！剑开天门，这恐怖的剑道是剑君出世，前10的主宰系列，这是第6位剑君，上一个出现还是几十年前。金城。豪气值加18，豪气值加14，豪气值加17，目前豪气值1054。他之前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，他真能一剑斩了那怪物。原来，小丑是我们。如果我们当时真的伸手去拦他，那么被斩败。队长，这怎么回事？那个与中舞剑的少年没开玩笑，他真能斩了那怪物。他可能觉醒了主宰序列。什么？主宰序列？那可是前10。队长觉醒3年不到，就已经是京城艺文局赫赫有名的天才。即使是这样，他的序列也才177，而眼前这个少年，竟是传说中的主宰序列。这波值了。丁，击杀异兽序列129与啸王，获得天赋序列129与师及能力暴雨强化。啥情况？系统，这啥情况？宿主，这是此世的招凡体系，每个人都有机会觉醒天赋序列，踏上修炼之路。原来如此。丁，不仅人类，部分异兽也会诞生特有序列者，比如那头羽啸王。怪不得那些人一直喊不对劲，合着那畜生开挂了啊！系统，用豪气值变强具体怎么操作？丁，可消耗豪气值强化已有能力，提升境界时还能从天赋序列获取新能力。原来这样，牛！最强剑道胃口就是大。丁，是否花费100豪气值将暴雨强化升至 LV2？ 可以。强化成功。是否花费300豪气值升至 LV3？ 继续升级。丁，升级成功，暴雨强化 LV3，
召来暴雨，敌方全属性减10%，宿主全属性加10%，超宿主2个大境界则失效。距下次升级需500豪气值。我去，牛逼啊！全属性加10%，怪不得路上越打越猛，果然是个挂，不仅能给自己加 buff， 还能给对方加低 buff。等以后境界上去了，这10%得加多少啊？当个加豪也没什么不好。我要豪气值，要当最强的加豪。原来加豪是我们，够了，以后再不说那俩字了，太打脸了。太可怕了，我们刚才笑话的是什么怪物啊？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加豪啊！草场之上的神秘剑客，执掌剑气的加豪之王。等着吧，终有一日，我一定成为比你更豪的存在。当人们在绝望时开始模仿加豪的行为，一般被称为豪之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陆明。刚才那一剑怎么挥出来的？豪出来的。再让你挥一次，是不是挥不出来了？废话，剑开天门是路边的大白菜吗？那可是连天都能劈开的大招，要是能随便挥，我还站这废什么话？早就不吃牛肉当祖国人去了。果然是觉醒爆发，普通人凭空爆发出毁天灭地的力量，只能是觉醒了排名前80的主宰序列，产生了短暂爆发。你够了！你他妈耍我们是吗？既然觉醒了，为什么不早用？一直在那装模作样舞什么剑？队长差点死在那正手里，我也差点被撕碎。你倒好，一直攒着道招，就为了最后装逼是吧？没觉醒，普通人敢这么干吗？你这个该死的怪物，竟敢伪装成人类！你敢打我？知不知道我哥是谁？还有同伙，你们这群怪物伪装的挺深啊！再吃我一剑！等等，同学，冷静！他不是怪物，雨教授没有伪装能力。白凯，闭嘴！向他道歉，没有他我们早全完了。队长，你差点因他而死，他若早点出手，你不会那么狼狈，我也不会伤城。够了，跟他道歉。凭什么？就凭他觉醒爆发救了咱们，我白凯从不向任何人道歉。一剑开天又如何？不过是个刚觉醒的普通人。哥白夜可是省城艺文局重点培养的天才，觉醒的可是序列58的金芒，他现在打得过我哥吗？果然是头伪装极深的怪物。道歉？哼，大可不必。我最讨厌事后道歉。有修为又如何？等我修炼3天，再来斩你这头伪装成人的畜生。别人看不出，但我一眼便看出你不是人。我不是人，队长，你说我是不是人？我到底是不是人啊？你知不知道我哥？叶老，叶老怎么来了？这可是南江省艺文局最高画室人，全省超凡力量的顶点。平时见一面难如登天，现在这位大佬居然亲自降临了。那一剑是你劈的，8成是刚才那一剑太狠，把大人物炸过来了。不过嘉豪的人设不能崩。当然，怎么，你也想学？这孩子有点不一样。豪气值加17，豪气值加21，豪气值加17。面对我既不紧张腿软，还敢开这种玩笑，不愧是剑君觉醒者。你这天赋我可学不来。自我介绍下，我姓叶，南江省艺文局局长，这趟是专程来找你的。什么？省局最高画室人亲自降临，专门找这少年？为啥啊？说一下吧，这里到底怎么回事？叶老，是这样的，他一直在雨里舞剑，描述全对上了，绝对是主宰序列，很可能就是第6位剑君，否则无法解释一个没修为的少年能打出这种层次的剑意。雨教授，
这多半是拥有序列的异兽王者。这次若不是陆明，这些学生恐怕全得死。你叫陆明对吧？老夫邀请你加入南疆省艺文局，如何？叶老亲自邀请加入省局，这可是史无前例啊！足见陆明的天赋有多高。艺文局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有749局牛逼吗？我可得好好考虑一下，他配吗？不是，这小孩一直这么说话的吗？我靠，这老头给的好多！豪气值加422，豪气值加21，豪气值加17。果然实力越强，给的豪气值越夸张。以后就得找高手豪，普通同学一人一点太慢了。等等，叶老，他不能加入艺文局。为什么？他伤人了，他竟敢袭击艺文局的人，按规矩必须受到严惩。伤人了？是这样的，叶老，刚才陆明和白凯……行，我知道了。不过他不用严惩，他必须加入艺文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主宰序列。主宰序列？他竟然是主宰序列！我刚才还对他那样说话，坏了！等等，我严重怀疑这家伙和他的哥是怪物伪装。我建议严查3代，严肃处理，严格枪毙。是吗？行，我会给你一个严肃的处理结果的。完了，踢铁板了！叶老这话传出去，我和我哥全完了。我为什么要嘴贱啊？你先来。柳天，学校交给你，后续让后勤处接手安抚清理舆论，一个别落。是。队长，我……这什么手段？空间移动还是速度太快？这老头很强，现在的我打不过。剑开天门没了，不能乱来，人设得稳住。陆明，你是主宰序列，加入艺文局是你现在最好的选择。主宰序列是什么？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，人到一定年龄或受特殊刺激，会觉醒天赋序列，借此接触灵力，踏上超凡之路。天赋序列共300位，排名越前能力越强。11到30超高危，31至80高危，81至180凶险。而前10最特殊，被称为主宰序列，他们100年难遇，每一个主宰序列觉醒都会引起国家高度重视。原来如此，老头误以为我是主宰序列第6的剑君。你刚那一剑应是觉醒爆发，刚觉醒高危以上序列时，力量会短暂爆发，但不可控且难再用。分析的挺像回事，虽方向错了，但剑开天门确实暂时没了。境界从低到高，分别是淬体、凝灵、流灵、五婴、五劫、五军。五军之上还有更高，不过离你还远，暂不考虑。淬体、凝灵、流灵，这么说，刚才的柳天是凝灵，雨霄王半步流灵，那这老头……你是什么境界？五军。我靠，第6境，这老头这么逆天，难怪豪气值这么多。老夫叶关山，南疆省艺文局分局局长，省城艺文局管辖全省超凡事件，下设战斗小队、后勤处、情报处、训练营、研究院。跟我想的差不多，经典的都市高武设定。加入艺文局确实不错，能接触超凡变强，而且局里高手多，以后随便好几个，豪气值不就来了？比在学校刷同学快多了，加上异兽多，说不定还能爆能力。行，我加入。好，我现在带你去省城，你需要先入境，等正式踏入淬体境，就能进艺文局新人小队。可以。房间不大，但也很小。这是基础引灵诀，新人入境前都要学，不是高级功法，但胜在安全稳定。你先用它感受灵力，身体能承受灵力冲刷，就算正式入境。你为什么不给我最牛逼的？怕你自爆而死。哦，以你的天赋应该很快，但入境不能急，天才估计也要半个月。别仗着自己是主宰序列就强行乱来。没事儿。
终于走了。这玩意儿有点麻烦啊！感受灵力引导入体淬炼筋骨，按这说法，普通人光感受灵力就得个把月，再引导入体，少则3个月，多则1、2年才能正式淬体。操！在学校天天看书就算了，都成超人类了还要看书，就不能略过这步，直接不吃牛肉吗？检测到基础引灵诀，是否花费500豪气值，直接圆满？500豪气值，还有这种好事？不用打坐感悟，直接圆满。好筒子，这才是好筒子，用，立刻用！花费成功，基础引灵诀已圆满。肌肉在被撕裂，爽。丁，宿主成功入境，当前境界淬体中期。丁，获得新能力与之操控。又来新能力，以为暴雨强化就够了，升境界还能白捡一个。与之操控 LV1，可以简单操控雨水。太爽了，好像没什么用。是否花费100豪气值，将与之操控提升至 LV.2？升，给我升！丁，升级成功，与之操控 LV.2，可操控雨水，强度堪比钢铁，雨滴能当子弹用。雨滴当子弹，这不就是雨水版机关枪？宿主陆明，境界淬体中期，天赋雨师，能力斩天剑道，暴雨强化 LV3，与之操控 LV2，豪气值443。舒服，现在的我绝对能打10个之前的自己，甚至都不够打。从今天起，我正式踏入超凡世界，不再是靠大招撑场面的一招侠。不过，真正的底牌还是斩天剑道。等豪气值攒够3000，升到小成，又能来一次剑开天门。必须往死里搞豪气值，得上更大的场面。恭喜加入艺文局，你们是这次的通过者，稍后有人接引。应该没其他通过的人了。等一下，我也要报道。啊？你也是新人？名字？陆明。没有你的名字。没通过考核就去旁边等核实，你走错了。这是通过者报到处。我没走错。陆明，名单上确实没你，真没走错。你们的人让我来的。谁？叶老身份挺高，直呼其名是不是有些太高调了？你们没资格见。豪气值加17，豪气值加12，豪气值加9，豪气值加11。艺文局真是好地方，随便一句话给的比学校都多。我们经历了3天考核，受伤实战流程全走完了。你若是特殊邀请，请拿证明，没有就滚。证明？我没有，也不需要。我陆明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你证明？没证明你说个屁！那艺文局还想浑水摸鱼，有多远滚多远，别在这招笑。真没见过这么装的，没实力还哗众取宠，就是个小丑。让我滚，恐怕你没这个实力。够了！你要是不滚，我只能动手让你滚出去。凭你的刀还没这个能力，而且如果我拿剑，该滚的就是你了。行，我倒想看看你怎么拿剑。来，你的剑呢？你拿这个？够了。豪气值加15，豪气值加13，豪气值加11。这人到底什么路子？挡住了，铁棍没断。他在秋体中期，凭什么挡住我？不可能！行了，你滚吧。什么？
竟然输了，而且是被一个淬体中期用铁棍击退的。豪气值加22，豪气值加18，豪气值加16，豪气值加13。不可能！你到底是谁？你没资格知道。我说了，让我来的人，你们都没资格见。少胡说八道！一文局是你走后门的地方吗？我承认你有点实力，但这不是你无视考核直接走后门的理由。个人实力强了不起吗？你知道我们学了多少团队配合和易售知识吗？知道怎么利用设备在闹市区处理易售不伤及民众吗？你什么都不懂，只是有点实力就走后门，你这种人早晚会害死队友。你这个够了。团队合作，那是弱者才需要的东西，而我是豪者。豪者？这啥意思啊？牛羊才会成群，而猛兽只会独行。不是，你到底懂不懂啊？完全没培训过，有点实力就目空一切了。我就不信你背景这么大！我要向执事举报，向叶老举报！谁要举报？白执事，是我要举报白执事，还要向叶老举报这个人。你是陆明？叶老让我来接你，跟我走吧。OK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人背景是叶老。是。等等，就算认识叶老，也不能走后门。我要向京城举报。行，你举报去吧。对了，提醒你一下，他是主宰序列，有资格免册。主宰序列？小子别犟了，真正的天才就是有特权的。走吧。怪不得这么狂妄，原来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。我真是个小丑啊！主宰序列，剑君，京城大学上空劈开云层的那道剑气，就是这小子一剑斩出来的。京城那种小地方，竟出真龙了。叶老，人带到了。进。你先回去吧。是。你让我来，结果工作人员连我名字都不知道，差点没让我进门。我昨天才给他的基础引灵诀，普通人感应灵力至少半个月，我通知报喜处2周后才有人来，这才过了1天，他怎么就练成找上门来了？淬体中期，昨天还是没入境的新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刚走你就突破了，引灵诀看完了，读一遍不就会了？豪气值加359，豪气值加382，一次300多，这老头真是行走的豪气值提款机，太爽了！现在我算一文局的人了吧？何时能接任务？你还太弱，新人入队前需经过特殊培训，通过后分配小队。考虑到你的情况，分配的队友至少是凝灵境。凝灵，一般吧。你个淬体中期嫌凝灵一般。你没武器，这不就是？放下，那是训练用的。那我用啥？这件叫寒渊，是成长性灵气。成长性？灵气分天地玄黄4阶，普通灵气等级固定，但它能随使用者变强。寒渊目前是黄阶中品，适配炼体境，但上限是地阶。只要你够强，它最高能成长到5英甚至5阶境界都能用的地阶，配合斩天剑道，威力绝对不是一个级别，还能用到地阶，牛逼！所以为了巴结我，你要送我？哼，谁说直接送你了？老夫有条件，接下来的新人培训，若你能被老师认可拿到第1，我就送你。这剑在局内估价可是3000贡献点。唉。本想给你个巴结我的机会，居然还有条件。这到底哪儿来的神经病啊？话说贡献点是什么？3000很多吗？局内有贡献点系统，做任务、杀异兽、立功都能获得，能兑换功法、灵气资源等一切。普通任务一般几10到100点，3000点
普通小队不吃不喝得攒3、4年，搞半天这还不是想巴结你？你敢说出来，你就死定了！行，这是局内专用通讯设备，功法、资源、任务都在上面，能用贡献点直接买。OK。昨天你击杀羽啸兽，按标准算了1000贡献点，才1000，行吧？才1000，有些小队半年都拿不到1000，这小子是真不懂还是故意的？传承功法选择库1000贡献点。这是什么？传承功法选择库跟普通功法不同，都是历代强者留下的传承，但他们有个特点，会选人。选人？对，花1000点进去，功法会自动感应你的天赋和品性，看上你才会共鸣。如果没有，1000点直接打水漂，概不退还。就这个。年轻人还是太自信，没吃过狂妄的亏。唉，还能这样？当然，传承选择库在局内随时能激活，本质是前辈用灵力构建的独立空间。我准备好了。这么多都不选他，不应该啊！难道因为刚觉醒，根基不稳？名雷天路全套功法配套记忆，当前品阶玄阶中品成长型，上限天阶，随使用者境界成长。核心能力引动天雷之力，以雷霆淬炼灵力，以雷翼攻伐，一念间雷霆万钧。牛逼！玄阶中品可成长型全套功法加武艺，最高成长至天阶。明雷天路，300年前一位雷系强者的传承，性格狂妄，几十年没选过人，居然选了你，看来觉得你合口味。仔细想，你的性格确实有点狂妄，运气不错。其他的怎么不选我？传承功法有自己的判断，不选你不代表不行，可能只是不合适。我懂了，他们大概是觉得配不上我。豪气值加289。全套功法5级到手，不用单独买了。你好好修炼，一会儿白指官带你去培训地。我还有事，你先在这儿等会儿。行。目前豪气值1538，检测到功法明雷天路，是否花费200豪气值直接入门？冲！丁，花费成功，正在提升明雷天路。爽！是否花费500豪气值将明雷天路提升至小成？升！丁，升级成功，明雷天路小成。是否花费800豪气值将明雷天路提升至大成？升！丁，升级成功，明雷天路大成。牛！宿主陆明，境界淬体后期，天赋雨师，能力斩天剑道，入门暴雨强握 LV3，与之操控 LV2，明雷天路大成，豪气值38。召唤雷电变阴雨天，下暴雨全属性加成，操控雨水打一波，再降雷灵，最后关键时刻一剑斩天。这谁顶得住？陆明，叶老让我带你去培训场地。来了。这年轻人的气息跟刚才不太一样，这么短时间还能突破不成？转来省局这么久，都说省城天才多，怎么压根儿没见过几回？算了，没天才也罢，只要不是走后门的就行。能靠本事进来的人，上了战场什么都不会，不仅自己送命，还连累队友。听说了没？有个人没参加考核，直接进来了。听说了，据说是叶老安排的。
叶老安排的又怎样？流程不走，考核一场不参加直接报道，上了战场靠谱。但据说他把顾晨打败了，而且听说他只有淬体中期。打败淬体后期的顾晨不难，我也能打，但这能让他免考进来吗？咱们都是序列180之上的凶险序列，谁还不会越级战斗了？你们在说什么人？赵教官，听说有个叫陆明的新人没参加考核就进来了，把顾晨打成重伤，还一样没事。什么？打伤人还没考核？对，据说是上面直接安排，好多人都知道这事儿。到底什么情况？叶老昏头了还是受贿了？等遇到这个叫陆明的小子，绝对要好好照顾他。我叫陆明，是来培训的。太年轻了，看着也就18、19岁，这气息，淬体后期，不是说淬体中期吗？他竟然是淬体后期，怪不得能打过顾晨，原来不是越级而战啊！陆明是吧？你可以叫我赵教官，我是你们接下来的培训老师。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。哼，我就知道，怪不得我一说名字你们反应这么明显，看来是早就听说了我的威名。靠关系进来，你很爽是吗？豪气值加21，豪气值加16，豪气值加18。果然是听说了我一剑开天的威名了吗？够了！不管你是怎么进来的，在这里我只看实力和表现，跟不上的，我不会因为他是谁就放水。不错，是个好教官。行了，听明白了就去那边站着，你和他们一组。你们俩有点菜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我淬体巅峰，你后期，谁菜？境界高半级就不菜了？你，就算我真的菜又如何？我光明正大，我至少比你有资格说话。好了，首先我要给你们做一下体测。第一个项目是1公里速度测试，这个科目正好适合你。周超，你先来。还有，等一下，1公里，这也太少了。搁这散步呢。以前我都是负重一口气跑上1万里的。喂，这小子在说啥呢？1万里，那他妈的是5000公里，能穿越半个大夏了。怎么感觉这人说话有点那种家豪的感觉？行，那你也上，跟周朝一起跑，正好可以看看差距，比一比。可以啊，一起跑。哈哈，那行，你别因为一会儿追不上我，然后找借口啊。豪气值加16，豪气值加11，豪气值加19。不会的。开始。你什么鬼？这不是淬体后期该有的速度，那甚至不是淬体巅峰该有的速度。等了几秒才出发，照样碾压。我输了，引以为傲的速度竟输给一个淬体后期。你怎么？豪气值加17，加24，加18。你刚才作弊了吧？对，你肯定是作弊了。身上那些电弧是什么？凭你怎么可能超过我？凭你也配让我作弊？我是淬体巅峰，竟挣不开一个淬体后期。放手！训练室严禁攻击队友，这是铁律。脾气不小，他说我作弊，那也不能动手。临时队友互殴是要受处分的。你刻意针对我吧？我赢了他，你没反应；他说我作弊，你不管。我一还手，你就跳出来。咱俩素不相识，你却充满敌意。我明白了，你不是讨厌我不守规矩，
是讨厌我面试空降吧？不管你多强，规矩就是规矩。我想让我认可，就拿表现说话。表现不行，我有权把你退回去。想拿那把成长性灵气，必须拿第一，还得让他认可，真麻烦。任务：让赵青山服气，奖励千劫荒体。让赵青山服气。千劫荒体是什么？千劫荒体极强先天体质，宿主将获荒古之力，淬体境可使用1劫之力提升5%防御和力量。拥有千劫之力后，一拳可碎星。拳碎星？你干嘛？干！豪气值加25，加17，加20。你到底要干啥？当然是干你啊！你说我表现不行就退打，是又怎样？行，咱俩打一场。如果我把你打服了，你就让我直接通过培训，并承认我是这批新人里最强的。可以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。他死定了。小子，先说好，我不会让你。不需。你可以先出手。你让我？没错，你先来吧。赵教官，他可是凝灵中期，你一个淬体后期让凝灵中期先手，脑子进水了。豪气值加14，豪气值加18，豪气值加28。目前豪气值757。让我教教你什么叫谦卑！你跑不了了，跑？我从没想过跑。不过，这算给自己立3个石碑吗？有点意思。狂妄！还挺快，这速度怎么回事？难道是速度类序列？淬体后期有这速度，天赋太离谱了！我让你躲！赵教授动真格了，四面封锁加上土石翻涌，陆明根本无处可躲。看你还能往哪儿跑！什么能力？雷系？不对，这运转方式是明雷天路，不是入门和小城，这是大城。明雷天路大城，这怎么可能？到我了，好快！凝灵中期的赵教官被淬体后期的打退了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豪气值加21，豪气值加30，豪气值加22，豪气值加26。怎么样？这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这合理吗？谁家淬体后期能击退凝灵中期？他到底是什么序列？行，有点东西。再来！呀！我的妈！这根本不像新人和教官的切磋。陆明才淬体后期，怎么反而是他占上风？还是摸鱼好啊！剑君觉醒者，主宰序列第6位，一剑斩杀羽啸王。多少年没见过这么有意思的年轻人了。对了，这小子应该已经过去培训了。什么鬼？这俩怎么打起来了？不是培训吗？等等，这不是明雷天路吗？而且这雷霆的规模是大成。读一遍不就行了？他真读一遍就会了，不仅会了，还直接练到大成了。赵青山，你
给我轻点儿！服不服？我问你服不服？回答我，服不服？让我说话，你就是服不服吧？我靠！赵教官被按在地上摩擦，服了，我服了，你别提了。哼，早说不就完了？丁，任务完成，赵青山彻底服气，获得奖励天劫荒体。爽！赵青山，你要是伤着，这什么情况？看不出来吗？培训结束了。叶老，快别让他打我了！淬体后期，他不刚才还是淬体中期吗？而且淬体后期把凝灵中期打成这样，这是人吗？豪气值加374，豪气值加445，豪气值加28。凝灵中期的赵教官被一个淬体后期打趴下了，还被按在地上摩擦。这到底是哪来的怪物？这种实力真的用走后门吗？这叫给艺文局赏面啊！叶老，赵教官已经认可我了，之前答应我的那些，现在可以兑现了吧？行，你先到我办公室等我一会儿，我这边还得处理一下。赵教官，多谢指教。叶老，怎么样？伤得重不重？骨头没断，就是丢脸丢大了。叶老，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你们都知道艺文局的考核制度是铁律，那我问你们，什么情况下艺文局会允许一个新人不参加考核直接进来？第一种是对艺文局做出过极大的贡献，然后第二种主宰序列。叶老，您是说？没错，陆明，主宰序列第6，建军。你这种走后门的背景逼，我要把你退回去！靠关系进来的废物，一场考核都没参加，你是不是作弊？主宰序列第6，他压根儿就懒得理我。叶老，可是主宰序列第6，建军是最近才出现的。你们还记得不久前京城上空那一剑吗？叶老，您是说那一剑就是他打出来的？一剑开天门，主宰序列第6觉醒时的威能。所以他说的话不全是他有那个资本。他不会真能一口气跑1万里吧？我竟然被一个主宰序列干了，真是荣幸啊！回头发个论坛，你们说会有人信吗？豪气值加25，豪气值加371，豪气值加19，豪气值加342。我去，这什么情况？我也没装啊，怎么自己就涨了？目前豪气值3136。3136，今天这一趟跑得值了，战天剑道需要的豪气值足够了。
是否花费3000机器值，将斩天剑道提升至小成？这波升级不仅剑道提升1大阶，而且还能获得1次剑开天门。叶老，你小子今天动静闹得不小，小场面。成长性灵气，未来甚至能到地阶。拿着，答应你的，含冤。谢了。哼，别惊讶，成长性灵气有灵智，能认主。剑给你了，但想用它可没那么简单，慢慢来。能驾驭它的未必境界最高，但定是信性最合。明白了？破剑还跟我拽上了，行，老子让你看看凭什么拿它。是否花费3000豪气值，将斩天剑道提升至小成？升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闹鬼了！这什么动静？怎么回事？遭邪物了！整栋楼的剑同时鸣响，这是剑道共鸣。万剑臣服，这就是剑君吗？丁，斩天剑道升级完成，目前小成，因宿主剑意获得突破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1次剑开天门。又来了一次剑开天门，一剑斩天穹的无双大招，太好了！有了这个，又能装一波大的了。淬体天风又晋升了，这升级速度比做火箭还快啊！剑来！好剑！你小子是真能装啊！豪气值加351，豪气值加25，豪气值加31。行了，今天折腾一天也够了，你先坐着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你说吧，明天艺文局有个临时任务，我打算把你安排进去。什么任务？狩猎一头异兽。你很兴奋。你先听我说完。这头异兽不简单，在异兽里头属于比较高级的那一批。多高？说到这个，我得先跟你普及一下异兽的序列。异兽这种东西跟人类一样，也分序列，总共300位。但跟人类不同的是，异兽的序列不是天生就有的，只有成为族群中的王者才配称呼序列。原来如此，就拿之前你们学校出现的那头羽啸兽来说，那是羽啸兽族群的王者，序列第129。才129？难怪这般弱小。虽然我早就知道了，129已经算很高了，半步留灵的实力，正常来说都得出动一个市级艺文局的精英小队才能对付。但这次的任务比那头羽啸王还要棘手，更靠前。虽然这次要对付的异兽不是王者，但他所在的种族序列极为靠前，第16最骄。16？可惜了，要是个王者，干掉他之后，说不定还能继承他的序列呢。这事儿起因是前阵子，南江省南部山区几个村庄全部消失了。消失？对，一个活人没剩。起初以为是山洪，但艺文局查明没那么简单。村庄附近夜里常有奇怪咆哮，听过的人均精神恍惚致死，死伤已达数万。数万人，这玩意儿确实得弄死。调查确认是一头醉蛟，这种异兽天生强悍，从不群居，一头就顶得上一整群。
哪怕只有一只，也足够吃光几个村。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。最麻烦的是什么？最麻烦的是，这头醉蛟快要突破了。突破什么？榴莲不用担心，还没完全突破。我们就是要抓它境界不稳的空隙，一举击杀，这是最好时机。唉，怎么了？还叹气？我是可惜他太弱了，没资格让我出剑。不是，你又装上了。豪气值加252，豪气值加318。别说没突破，就算突破又怎样？照样斩给你看。队伍也安排好，队长秦鹿是刘伶初期，另有4名宁灵境队员，实力充足，对付他绰绰有余。你境界上低，让你去主要是跟着剑士真正的易手任务，有秦鹿在，安全无虞。可以。你答应了？区区一头醉蛟而已，必要时我会出手。无敌了，孩子，真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不知天地为何物了。豪气值加352，豪气值加428，豪气值加47。那就说定了，明早8点到艺文局任务大厅集合，秦鹿在那儿等你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去吧。今天这一天，比我过去10年加起来都精彩。刚才那剑柄怎么回事？我的剑自己抖了，抖得好爽。当然是那边的剑都在抖，听说武器库差点被震塌。你俩刚在训练室，知道刚才那动静吗？赵教官呢？你们不知道，咱们分局来了个主宰序列。什么？你瞎说什么？主宰序列，你发烧了吧？真的，陈浩剑君、赵青山教官都被他打趴了。赵教官被新人打趴了，咱们分局来了个怪物啊！就是他，主宰序列，剑君啊！真的假的？看来这事儿传得挺快。豪气值加14，加22，加18，躺着都能赚。行吧，先别管外面，目前豪气值2811，斩天剑到小成，升级至大成需10000豪气值。1万，入门到小成才3000，这涨幅太夸张了。不过毕竟是顶级剑道，越往上代价越大，合理。1500，能承受。深蓝，给我加点。丁，花费成功，明雷天路正在升级至圆满。丁，明雷天路圆满。这就是宁灵五劫之力，这一拳下去不得爽翻？丁，与师序列解锁新能力与之效，有点东西。丁，是否花费100豪气值提升至 LV2？升。丁，强化成功。是否花费300豪气值升至 LV.3？ 继续。丁，升级成功，与之效 LV.3， 召唤暴雨，单项属性增幅12%，距下次升级需500豪气值。爽。与之操控 LV.2， 升级至 LV.3， 需300豪气值。升。丁，升级成功，与之操控 LV.3， 可操控方圆数里暴雨，威力可达经铁。爽！这剑竟然升到了黄阶上品，什么情况？原来如此，是吸收了我身上散发出来的剑意，所以才晋升的。呵呵，斩天剑道。听说了吗？刚才那剑名，没想到我们分局也能出个主宰。明天的任务是对付一头快要突破刘伶的醉蛟。那就是陆明，就是他吧？主宰序列第6，别盯着人家看啊，真羡慕啊！豪气值加8，豪气值加11，豪气值加9。爽啊！早起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，这就是出击后的收获吗？没做什么，走个路都能赚。陆明，过来。这位是秦鹿，
本次任务的队长刘伶初期，序列第61，谏言。谏言，听着是火系的，还行。来了来了，开门红。豪气值加21，豪气值加34，豪气值加20。陆队员，久仰大名。虽然我是主宰序列，比你们的序列都牛很多，但你们也不用太在意，正式认识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主宰序列觉醒者陆明。陆队员，任务的事儿一会儿路上我再细说，现在先出发。行。秦洛，路上照顾一下陆明。明白。陆队员，我先跟你说一下这次的情况。这次要对付的是一头醉蛟，目标正处于突破期，从宁陵巅峰往刘林境冲。按情报来说，他现在应该最虚弱。醉蛟这种异兽，身上带着龙的血脉，虽然是远亲，但血脉摆在那儿，皮硬的像钢板，普通灵气很难破防。而且攻击方式以尾巴横扫、龙息喷吐为主，射程很远。遇到他的时候，尽量保持距离，别给他近身的机会。真龙血脉，就这？我还被一条龙服务过呢。这次任务的重点是抓住他突破的那个窗口期，一旦让他突破成功，麻烦就大了。刘伶境的醉蛟放出来就是一场大灾，明白？对了，我先睡会儿觉，必要时刻我会出手。斩蛟龙这种事儿挺有意思。你淬体期斩蛟龙，人家宁陵巅峰要突破刘伶的怪物，一个淬体敢喊出来？豪气值加35，豪气值加41，豪气值加26。陆队员，任务主要由队长负责，你跟着看就行。对，有秦队在，最佳不是问题。你好好休息。这真上去就是送死，醉蛟一尾巴扫来，淬体期连尸体都留不全。我知道了，把他当吉祥物哄哄得了，千万别让他上场，真出事谁都担不起。队长，血祭时间不长，人都不见了。听君一席话，胜似一席话。不用找，尸体估计全被那畜生吞了，继续往深处走。队长，这难道是醉蛟突破时产的卵？情报显示，龙脉异兽突破关键期会将多余精血凝卵孕育后代，这卵与醉蛟相连，只要打碎它，醉蛟就会受反噬，到时候我们杀它就轻松多了。醉蛟还没完全突破刘伶，否则早来孵化了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碎它，引醉蛟现身。明白。不对，这卵的气息不对。我也看过资料，龙脉生物突破产卵应带自身气息，但这枚卵里，我感觉不到醉蛟的气息，这根本不是它的后代。陆队员，会不会是你想多了？气息是有点乱，但你应该相信队长的判断，他经验比你丰富。陆队员，我明白你的谨慎，但情报资料很清楚。不管怎样，我们现在必须打碎它。我觉得最好联系叶老，让情报部门再确认一遍。联系叶老，就因为你一个感觉？豪气值加29，豪气值加27，豪气值加27。
这群人心里都在笑话我，但这次我是认真的，我真感觉不对啊。队长，这点小事不值当的，我们都到这儿了，还要联系叶老再确认。等回复下来，半天过去了，万一真出问题怎么办？对，这次任务就是卡突破期的，错过了就没我们的机会了。叶老肯定会派更强的队伍来。陆队员，你的谨慎我能理解，但情报部门给的资料都是专业人士反复确认过的，不太可能出问题。我们现在按原计划走，如果真有问题，出手之后咱们再应对。你现在就看着就行，毕竟你一个淬体新人，很多事情不懂。行，随你们，反正出事儿还得我给你们擦屁股。什么叫你给我们擦屁股？搞得是你最强一样，这人也太狂了。按原计划，3号阵型打碎他。是。我刚才那一拳用了全力，换成凝灵中期的异兽，头盖骨都能砸穿，这卵连个化纹都没有，不对劲儿！禁言落刀！这什么玩意儿？我的刀是玄阶上品的灵器，配合流灵初期的火灵力，普通流灵中期的异兽都不一定挡得住，连个卵壳都破不开。不是说他还没突破到流灵吗？什么？我放！流灵？不可能，他应该还在突破期啊！情报上明明白白写着他是凝灵啊，他怎么已经是流灵了？最焦是流灵，那这黑卵究竟是什么鬼东西？妈的，情报部门，这是让老子送命来了！果然不对劲，这枚卵里的气息跟醉蛟不是一个路子。这头醉蛟估计只是来守护这枚卵的，里面的玩意只会比醉蛟更猛。准备战斗，陆明，你站远点，别添乱，我们拖住他，你找机会撤退。不必，我说了，必要时刻我会出手。豪气值加31，豪气值加21，豪气值加21。哼，这主宰序列脑子有问题吗？你一个淬体出啥手啊？起手！这皮真硬。怎么这么硬？集中攻击喉咙，那里是最薄的地方。好机会！中了！孟月，砸碎你该死！队长！陆明，你快跑啊！这不是你能打的，往山外跑，跑到公路上就有信号，联系一文局。好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豪气值加18，豪气值加22，豪气值加15。陆明，你还在这干什么？滚啊！我说了，必要时我会出手，而现在时候到了。豪气值加25，豪气值加32，豪气值加28。
只有毫厘不足的废物才会逃跑，而真正的王者只需要端坐在雨中。宁灵，你不是淬体级吗？入局才1天就成宁灵了。叶老明明说他是淬体，主宰系列剑君这种怪物快速通破也就算了，可是就算你是宁灵，也不可能一剑砍断刘伶的尾巴呀！这对吗？这合理吗？醉蛟有龙的血脉，金铁级灵气都砍不开他的灵牙。我们打了好几分钟才一点皮肉伤，他一剑解决了尾巴。你太弱了，不用剑。徒手打醉蛟，豪气值加38，豪气值加24，豪气值加25。你的脑子真的没问题吗？888。真羡慕你们这些一出生就自带天赋的生物，一出生什么都有，而我除了剑，就只有这副靠自己锻炼出来的肉体。他到底说什么？一路走来，全靠努力与汗水。为了对抗你们这些挂壁，我还是钻研出了一些不错的招式。豪气值加39，豪气值加24，豪气值加23，豪气值加34。不讲武德，你这畜生！左拳高伤害，右拳伤害高。这是我自己开发的地系招式，叫大地困锁。地系？神大地困锁？你不是剑君吗？而且你分明就是用拳头把人砸进土里，这也叫地系？这是我研究的风系防御技，不过还没起名字，你们有什么建议吗？这也叫风系防御技，还没起名字，明显就是随口扯的吧？这是人？这真的是人吗？主宰序列都是这样的怪物吗？什么东西能只靠掌风把人家的攻击扇回去啊？喂！我没说你可以走了。我还会一招，不过是刀法，没什么玄妙，就是四指合并，俗称手刀。豪气值加32，豪气值加18，豪气值加26，豪气值加35。爽，今天这一趟跑得值了。你们没事吧？陆先生，刚才是我们失礼了。对不起，我们低估了你。没事。你们太弱了，我不会在意弱者的质疑的。原来是这样的吗？陆先生，救命之恩，我记下了。没事，只是苦了梦月。我靠！陆明先生呀！你没死啊？没有，我的序列是133泥胎，受了致死伤，短期可以灵魂附着在泥土上，这才活下来了。陆先生，那枚卵，您刚才说
应该不是这头醉蛟的。那它到底是谁的，我也不知道，但肯定有问题。这醉蛟是来守护它的，能让一头刘灵的醉蛟守护的东西，里面的玩意儿只会更强。那咱们得马上西夜老，让一文局增援。不好，他要孵化了，所有人退后！五鹰，怎么可能会是五鹰？这是五鹰啊！完了，情报部门，那头醉蛟根本不是产卵的母亲，是琉璃镜看守者。人类，你们杀了我的孩子！你们敢杀我的孩子！陆先生，跑！快跑啊！这是五鹰，不是你能打的，你还有未来，你不能死在这里！建军，活下去，替我们报仇。不用跑，就凭他。豪气值加22，豪气值加38，豪气值加16。还不至于让我跑。你值得我拔剑了。人类，你是不是傻？这家伙不是傻，他就是爱装。主宰序列的剑君要死在五鹰手里了，我死不瞑目啊！人类，你先去死吧！是他！主宰序列第7，红尘万法，江念红。该死！陆明是吗？我特意来找你的，但我没想到你也是人才，居然敢硬杠五营，算你！赶紧滚！我能拖住他5分钟，5分钟足够你们跑到信号区，让局里来援兵。对，陆先生，江小姐说的对，快走，我拖住她，您带江小姐走。你傻吗？是我拖住她让你们走，我才是主宰序列。对，陆先生，快走！真麻烦，谁说要跑？啥玩意儿？我说不用跑，杀了他就好。你有病吧？那是五鹰，我最多拖5分钟，再不走都得死。我有一剑。什么？克豪魔、豪仙、豪龙。豪气值加23，豪气值加40，豪气值加62。这女人给的还真不少，含金量挺高。这位大佬在说什么啊？豪魔、豪仙、豪龙是什么鬼？千里迢迢来见的主宰第6竟然是个傻逼！不，他可能被吓傻了，是应激反应。我知道你现在很紧张，建军。我不姓张。相信我，我能拖住他。
剑开天门！这不是修为上的压迫，而是意境上的碾压。剑来！这是什么？这他妈什么剑？主宰序列第6，剑君是个绝对的怪物。这玩意儿每次用剑开天门都会出现，还会把异兽尸体吸走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说了，必要时我会出手。你刚刚那一剑是怎么打出来的？第一次开天还能用序列爆发解释，第二次我该怎么解释呢？豪气值加23加38加61加32。不好意思，我叫陆明，我要开始说谎了。就是折损了一些天赋，但面对这种凶局，我也只能这么做了。你说什么？刚才那一剑动用了我一部分根基，这种招式代价很大，用一次损1分天赋。不过没事，能救下你们，这一剑不亏。陆先生，谢谢您。我们何德何能，能让您付出这种代价？剑君，您是真正的英雄。豪气值加82加68加45加41。什么折损天赋？滚一边去吧！现在是豪气值的时代了。都起来吧，不用这样。丁，恭喜击杀异兽系列第16最骄王，获得天赋序列第16最渊，获得能力怒尽天火，异兽震慑。序列第16，最骄王，杀了直接继承序列，太爽了！目前豪气值4428，4428。怒尽天火，凝聚极致火焰，目前 LV.1，异兽震慑，对异兽产生天然压制，目前 LV.1。一攻一辅，必须拉满配置，升。丁，消耗900豪气值，连续升级成功。怒尽天火 LV.4，火焰附着后，目标灵力燃烧速度200%，并造成火毒效果，可受意念操控追踪，释放时方圆300米形成高温领域。下一级需2000豪气值升至 LV.5，并解锁全新形态。牛逼啊！能追着人跑，掉灵力，还带火毒，系统你是真的牛，这波不亏。丁，消耗900豪气值，连续升级成功。以后碰到凶兽都不用动手，瞪一眼对面就吓跑或僵直，多省事儿，爽。徒手打死刘伶最骄，一剑斩杀5阴期最骄王，这2件事传出去，陆明的名字必将响彻大夏。我不如他。升。丁，花费500豪气值，暴雨强化升至 LV.4。丁，花费500豪气值，雨之笑升至 LV.4。宿主陆明，境界冥灵初期，天赋雨师最渊，体质天劫荒体，能力斩天剑道小陈，暴雨强化 LV.4，雨之操控 LV.3，雨之笑 LV.4，怒尽天火 LV.4，异兽震慑 LV.4，鸣雷天路圆满，豪气值1578。爽。回京城后，得把今天这事儿一字不漏告诉家里，让整个江家知道，大夏出了这么一位剑君。你一直看我，是不是喜欢我？你一直看我，是不是想打一架？谁他妈喜欢你？哦，是吗？我还以为对视是人类不带情欲的精神接吻呢。
对视不应该是最赤裸的挑衅和宣战吗？这俩主宰序列是不是都有毛病？说的是人话吗？这样吗？含冤玄阶下品。我操，这剑还挺会过日子。这怎么回事？给我解释！我让你们搞清情况再派人。你说是宁灵突破刘灵的小任务，现在呢？这是武婴的气息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叶老，监控范围里确实没有武婴的踪迹。放屁！这就是你的管辖范围？没踪迹？难道这武婴是从地里冒出来的？一群废物！又怎么回事？上面说了什么？叶老，江念红小姐几个小时前从京城出发了，目的是找陆明，她估计也在那边。你这两位可都是我们大夏的未来呀！到底是不是异兽那边的奸细？叶老，我真不知道，这消息是刚刚同步过来的。老夫真是……快！这是……话说回来，你谁啊？陆先生，这位是京城江家的江念红小姐，她是主宰序列第7，红尘万法。哦，原来是区区第7啊！剑君，我承认你很厉害，那一剑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你也不错，能在武婴面前撑过2招，不容易。谢谢夸奖。叶老，陆明，你没事吧？宁灵，陆明，你怎么回事？突破了。我看出来了，但我想问的是这个吗？怎么回事？给我从头说一遍。是这样的，武婴被陆明一剑斩了。对，我亲眼看见的，那一剑苍穹都裂开了。叶老，你有所不知，陆明那一剑是损耗了自己的天赋打出来的。陆明，叶老，别这样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好孩子，你斩武婴救同僚，你是英雄。这件事我一定会上报，老夫无论如何也会想办法把你透支的天赋给补回来。行，你听说了吗？那个新来的剑君大人一剑把一头武婴给劈了。咋可能？你做梦呢！真的，秦队长亲自说的，还有江小姐作证。我还听说剑君大人为了救人透支了自身天赋。什么？竟有此事？剑君大人真爷们儿啊！陆明，因为这次的事情，你的贡献点直接到了6000。叶老，怎么这么多？查过了，你杀的那头武婴最骄极有可能是异兽序列中的王者级存在，也就是异兽序列，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怪物。再加上刘伶那头，你杀了他们，贡献点翻几倍都不算多。王者吗？倒也配死在我剑下了。对了，叶老，我想换部功法修炼。呵呵，这是正事，跟我来。都感觉配不上我。叶老，这个怎么样？陆明，这个你别选。为什么？这部功法确实是上品，但修炼条件极其苛刻。它要求修炼者必须绝对正义，对罪恶零容忍，心中稍有瑕疵就永远入不了门。这几年试过的人都没修成，他在这儿摆了快10年了。叶老，这说的不就是我吗？难道这孩子只是不善言辞，性格耿直，心底里其实是个大善人？豪气值加388，豪气值加277。叶老，我就要这个了。行吧，你自己选的自己负责。不过提醒你，要是练不成，贡献点可不退。没问题。
目前豪气值4621。上。丁，是否花费500豪气值将天行审判升至入门？是。丁，强化成功。丁，是否花费800豪气值将天行审判升至小臣？冲冲冲！继续。丁，因修为与功法共振，宿主突破至凝灵中期。啥玩意儿？这就突破了？丁，是否花费1200豪气值将天行审判升至大臣？继续。丁，是否花费2000豪气值将天行审判升至圆满？哼，给我砸！方圆几十米都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，能感到所有人的气息和他们的罪。心念一动，锁链能穿透任何东西。在这个领域里，我甚至能让人心慌意乱。丁，宿主突破至凝灵后期。哈哈哈，1天前还是淬体中期，现在就凝灵后期了。1天走完了别人几年的路，豪气值花的差不多了，但这波提升值了。再遇到那头醉蛟，光靠领域就能把它锁死。叶老不在，算了，出去溜达溜达。你就是陆明，新来的主宰序列。听说你很狂，我从魔都一路赶过来找你。我叫白林，主宰序列第5，刀皇。主宰序列第5，昨天刚见第7，今天又来第5。主宰序列里只有我们俩是武器血，一剑一刀。听说你很狂，但我提醒你，狂妄需要本事。我承认你是个天才，但你一个淬体期没发育起来的天，不是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你是哪根葱？谁把你放进来的？艺文局门口没人看着吗？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？我靠，那可是刀皇，主宰序列第5，他管人家叫阿猫阿狗。有意思，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的，勇气可嘉。这说话风格怎么有点耳熟？听说你以淬体击败凝灵，还算不错。不过你能不能说点外语？我刚回国，不太习惯中文。怪不得觉得熟悉，这也是个家豪，还是资深的那种。丁，触发系统任务，任务击败眼前的家豪白灵，成为最强家豪，奖励万世真魂。打败家豪，豪之内斗，系统真有你的。万世真魂是啥玩意儿？改写现实，言出法随。妈什么逆天玩意儿？改写现实，死而复生，这不就是无敌吗？抱歉了，这位家豪，你今天要挨打了。可惜啊，你还不是刘伶。你刘伶，这种有什么好说的？我随手就解决了。小子，别太狂！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强者吗？你知道刘伶有多强吗？知道，徒手打死。那你知道武英有多强吗？知道一剑劈死。不逼能死啊！啊！今天我就教教你，主宰系列也需要低调。这是主宰系列的威压，好强！可恶，连知识竟然都做不到吗？你还挺能撑，哼！这可是我的佩刀白月，玄阶的灵气，你一个小辈，看好。这气息也是玄阶，还有这种特殊的波动，是成长性的。武器归武器，哼，你的剑在我刀下，不堪一击。
到我了。你什么修为？你不是淬体吗？淬体是昨天的事了。什么叫昨天的事了？他说的是国语吗？我请问了，陆明他怎么变成宁灵后期了？你藏得挺深啊，小子！看招！可恶，这一招百刀环绕，无处可躲。现在轮到我的回合了。什么鬼？肉身硬扛，我上百道玄阶刀影砸下去，铜墙铁壁也该有窟窿，他身上就留几道白印，这怎么可能？轮到我的回合了。我将对你使用豪拳。这小子真是贱军，肉体这么变态，难道不是主宰序列第3的荒古参？小子，既然你能扛，那就让你见识下真正的主宰序列。完了！斗皇要斗真格的了！斗皇想干嘛？这招劈下广场就没了，剑军挡得住吗？这是我最强招式，百丈刀裁，你小心了。那我也认真了。这是天行审判，不可能！你怎么会天行审判？那功法在传承库落灰10年，需绝对正义之心才能练成。这小子不仅练成，领域还是圆满，这怎么可能？不，这不可能！我没罪啊！我这些年杀的都是异兽和恶人，问心无愧。你怎么能被天行加强这么多？但你犯了装逼罪。装罪？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罪名？输了，我主宰序列第5，刀皇白鳞，输给一个刚入局的新人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系统任务，获得奖励万世真魂。抱歉啊，难得遇到你这么会装的对手，我也有些热血上头了呢。紫鸾啊，你是不知道，这小子真是个怪胎，一天就一天，从淬体直接干到了宁灵。你听说过这种事儿吗？老夫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还是头一次见。能让这老头子这么稀罕，那个叫陆明的孩子，恐怕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怪胎。而且这小子心眼好啊，为了救队友，不惜透支自己的天赋。你说说，平时我不想表现出来，但是现在，这么个好孩子，老夫其实心里能不疼他吗？所以您把我从京城薅过来，就是想让我帮他炼一炉补天赋的丹药？对啊，你可是我们这一脉炼丹最厉害的，你不出手谁出手？叶老，你也知道，主宰系列的天赋是天地间最珍惜的东西之一，想用丹药修补那种级别的天赋，难度太大了，我连听都没听说有人成功过。我只能说尽力，尽力就行，能补一点是一点。这孩子，这刀意是白明，主宰系列第5，刀皇白明。这小子怎么跑艺文局来了？不对，这俩怎么打起来了？坏了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这是审判之力。天行审判，谁炼成的？天行审判可是在陆明手上，难道他修炼成功了？白鳞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要是把陆明伤到一根毛，
白洛被陆明打趴下了，这凝灵后期，怎么就凝灵后期了？叶老，您来了。这位刀皇，过来跟我切磋一下，我赢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过来装，被我揍了。叶老，紫鸾姐，您怎么也来了？叶老，您不是说陆明天赋亏损了吗？那他这是什么情况？凝灵后期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昨天送回来还是凝灵初期，天赋还折损了，一晚不见直接干到后期，这叫天赋折损？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那你天行审判真的修炼圆满了？豪气值加342，加288，加199。他真把刀皇打趴了，凝灵后期击败榴莲后期，这合理吗？刚那是天行审判，这招不是得心怀绝对正义吗？他平时看着不像啊。难道剑君大人平时的举止只是他的保护色，心里其实贼正直？豪气值加34，加22，加18。叶老，我先回去了。你站住！给我说清楚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知道你很羡慕，但我的日常罢了。叶老，您说让我帮他补天赋，我现在感觉这趟白来了。老夫也没想到啊。紫鸾姐，您怎么来艺文局了？叶老请我来给陆明炼丹补天赋。补天赋？你在说什么？他还补天赋？你也来添堵是吧？你知道你揍的陆明怎么回事吗？他淬体期入局，打赵青山斩五鹰，损耗主宰天赋。您说他凝灵境界斩了一头五鹰？对。还是亏损天赋之后斩的？对。怪物，真是怪物。丁，是否花费3000豪气值将万世真魂升至第1层？升级。丁，升级成功。这是我的灵魂，居然变得这么迹象了。至纯灵魂，宿主灵魂力暴涨，可化身光芒对周围一切污秽进行净化。化身光芒。牛，这能力实用性极高，最高能将万世真魂提升到5层，说不定到最后能直接改写现实。你小子刚才干啥去了？锻炼身体呢，随便做2万个引体向上热身，等会儿准备拿2吨的哑铃做几组飞鸟递增组。豪气值加321。你咋不飞升呢？2吨哑铃做飞鸟，我还一头鸡弯角3吨呢。没想到亏损了天赋的你还这么厉害，看来这次的剑君真是怪物。这是回天丹，多少能治疗下你亏损的天赋。我不需要，但是不要白不要。对了，紫鸾，你刚才说跟紫晶玉莲有关的事，这玩意儿可不少见。确实，前阵子得到一株紫晶玉莲，却莫名染上一种怪毒，这毒必须用五阴境之下心地纯净的年轻人的纯净魂力才能净化。灵草撑不了多久了，需要你们局里灵魂天赋序列的人帮忙。若谁能救活灵草，我便用其精华炼制流阴丹送他作为报酬。流阴丹？那是什么？这可是好东西，服下能完美突破流灵境，打下最坚实的灵基，甚至提前凝聚一丝灵婴。这种丹药千金难求，老夫这辈子也就见过2次。好东西。我刚领悟至纯灵魂，拿下它正好为突破流经做打算。紫鸾前辈，让我去试试吧。你不行的，你的天赋序列不适合，我得找艺文局所有灵魂序列的年轻人。你怎么知道我不行？别太小看我的豪之魂啊！
豪之魂是什么？有这个序列吗？算了，让他去凑个热闹吧。反正陆明现在风头正盛，当散散心。好吧，跟我来。是陆明，建军大人，他怎么来了？听说他已经凝灵后期了，而且把刀皇打趴下了。这才几天，豪气值加12加18加15。这就是那株灵草。紫金玉莲生在极深灵脉中，这种闻所未闻的黑色怪毒很不正常。现在只能靠你们这些年轻人来帮忙净化了。这简直为我量身定做，万世真魂一出，绝对秒杀这病毒。紫鸾前辈，我先来吧。他是谁？好像是从白城来的。我记得他天赋序列34，魂妖，流行巅峰的那个沈墨。沈墨，你先试试。好，还是我来吧。陆明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怎么不信我？陆明，我承认你很强，但灵魂这方面你是外行，别闹了。成了，魂妖天赋果然厉害。太好了。啊！沈墨，他被污染了。这病毒比我想的还诡异，它会反噬，所有人退后！这怎么救？我要训练都不行，谁还能行？紫鸾前辈，放弃吧，太危险了。这事比预想的复杂，今天先算了，所有人撤离，我回去再研究。这回能让我来试试了吧？陆明，别开玩笑，连沈墨都失败了，你一个剑君。是啊，陆明，你的方向是剑道，跟灵魂没关系，别添乱了。连魂妖都搞不定，你过去就是送死。陆明，别乱来，这东西太危险，别把自己搭进去。陆明，你回来！让你们这群外行看看啥叫魂力。这是灵魂之力，怎么会这么纯净？好恐怖！可我觉得很神圣啊。这为什么他的灵魂力比我还强？他不是剑君吗？我俩到底谁才是灵魂序列啊？豪气值加231，豪气值加178，豪气值加99，豪气值加64。这是天哪！这是什么神迹？成功了！我了个雷！灵草被救活了，陆明把他救活了。他哪来这么强的灵魂力？双生序列，绝对是双生序列。领主的灵魂力是攻击和压制，可陆明的灵魂力却如此纯净治愈，那这到底是哪个序列？我早说让我来就没那么多事情了吧？豪气值加188，豪气值加121，豪气值加58。你们都散了吧，今天的事到此为止。陆明这小子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这也太离谱了！陆兄，多谢。小事。陆兄，您的灵魂力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还行，我还没用全力呢。陆明，你跟我来。好。陆明，我刚检查过，受你灵魂感染，这株灵草灵性更盛了，说不定能炼出极品流阴丹，到时我会按约定给你。极品？正常流阴丹已很稀有，极品更是传说。服下不仅完美突破流灵境，还能加深灵机，甚至孕育完美灵婴雏形。那接下来你来练。这是家族传承炼丹术，内有流阴丹方，
惭愧，我之前没细看，流萤丹方极复杂，稍有不慎便会失败，我得好好钻研。我能看一眼吗？给，别外传就行。放心。丁，是否花费2000豪气值掌握完美炼丹术流萤丹方？还能这样？那这样的话，自己也能炼丹了，那还要紫鸾干什么？算了，还是我出手吧。丁，掌握成功，已获得完美炼丹术流萤丹方。这小子装的还挺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看懂了。还行，写的一般吧。好了，你坐一边去，别打扰我。赤金草3钱，先下，在此。等等，你这不对啊！啥？我还不对？真不对。算了，实在不行让我来吧，炼这个流萤丹。陆明，嗯，你别逼了行不？流萤丹的丹方非常复杂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看这上面的步骤，光药材就这么多，每一种要求都不一样，早1秒晚1秒都不行。即便是我这种专修炼丹的人，也要小心翼翼，一不小心就会炸炉。你知道炸炉是什么概念吗？就是炸炉了呗。你都没炼过丹，别瞎搞。这一株灵草毁不起，这瓶赤金草我攒了3年才这么点儿，那瓶龙骨花是我拿3炉丹药换的，你要是给我炸了，我上哪儿哭去？你不信？我咋信？这事儿真没那么简单。炼流萤丹这种顶级丹药，我都不敢说100%成功，10次能成6次我就烧高香了。对，我就是怕你浪费灵草，才决定自己来的。炼个丹罢了，有这么麻烦？你不行就算了，我来。你是不是有饼？什么叫我不行？你会炼丹吗？不懂装懂，那不就是纯纯加豪吗？你别动！坏了，这小子真是……完了，这株灵草要被他毁了！他真的会炼丹！这小子竟然真的会炼丹，谁教他的？而且他好像真要炼流萤丹。不可能，这玩意儿这么难，他怎么可能炼成？这是……不会吧？这药香……还是没达到我预想中的速度。出炉。极品流萤丹，而且是3颗。炼丹大师能炼出1颗都是祖坟冒青烟了，他一个凝灵居然炼出了3颗极品。豪气值加123，豪气值加88，这样可以了吧？豪气值加83，还是没达到我的预期，勉勉强强吧。豪气值加233，极品，不，这已经不止极品了，我愿称之为完美。服下它不仅能完美突破流灵，连5阴境界都能省下大半时间。陆明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普通人罢了，就是有点天赋。豪气值加83。好吧，陆明，这3颗丹药按约定又是你亲手炼的，我做主给你2颗，1颗交艺文局。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了。你呀你，走吧，找叶老去。他要是知道你能炼丹，估计要乐疯。主宰序列第6，剑君，极有可能是双生序列，灵魂力比魂妖还牛。徒手打死流灵醉蛟，一剑斩5鹰，击败刀皇白鳞，还会炼丹，一出手就是极品。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还得是我眼光好，从京城带回来这么个怪物。叶老，咋了？事儿办完了？
咋了？看你脸色，炼丹咋样了？叶老，极品流阴丹一共3颗。等等，极品流阴丹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极品流阴丹一颗难求，你拿出来3颗，你什么时候炼丹这么低了？不是说把握不大吗？这叫不大。叶老，确实是3颗极品，但不是我炼的。不是你，省城那几个炼丹师我都认识，你找谁代打的？还有高手？其实，这是陆明亲手炼的。你说什么？陆明亲手炼的？一炉3颗极品，留1颗给艺文局，另2颗他自己拿着。他什么时候会炼丹了？他不是主宰序列第6的剑君吗？那是用剑杀伐的，剑君会炼丹，这根本不对路子啊！叶老，关于陆明，我有很多话跟您说。他救活了枯寺灵草，而且极有可能是双生序列，他的灵魂力比魂妖天赋序列还要强。双生序列，你小子到底还有多少底牌？底牌，日常罢了。豪气值加213，豪气值加126，豪气值355，豪气值加199。跟大人物装逼就是不一样，豪气值给的多，炼丹花的豪气值全加回来了。陆明，你这小子，老夫真不知道说啥好了。你给我的惊喜实在是太多了，这才哪儿到哪儿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那就让老夫不让整个大夏都看着你，看看你到底能走到哪一步。走，老夫请客吃饭，今天必须好好庆祝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此子不可估量，未来大夏几倍。很快，整个大夏顶尖势力都将知道，艺文局出了个怪物，一个叫陆明的怪物。丁，需2000豪气值升至 LV5，并解锁全新形态。4000豪气值，足够了。小子，等急了吧？你再不来，我可就走了。跟你说个事儿，京城那边注意你了。京城？京城艺文局总部邀请你过去看看，是我昨天发的报告，估计现在整个大夏顶层都知道你的事了。京城5军强者扎堆，含金量高，这些人产生情绪反应，给的豪气值能是普通人的几百倍。可以，我去。你小子还挺积极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京城那边妖孽也不少，你小心点。我来省城之前，好像也听人这么说过。行，那你准备一下，下午就启程。不过，老夫得提醒你一件事。小心一点，元神教的人。元神教是一群邪教，都是一些疯子，专门跟异兽合作，崇尚异兽，鄙夷人类，而且还想毁灭这个世界。他们的人非常诡异，做事不讲规矩，下手又狠又毒。是的，你最近风头大盛，斩五鹰，打白林，这些事儿瞒不住的。元神教那帮孙子最爱针对你这种风头正盛的年轻天才，一旦让他们盯上，他们肯定会暗杀你。知道了，我会找他们麻烦的。啊！豪气值加321，豪气值加121。暗杀？来吧，正好给我送豪气值。等升级斩天剑到，一剑直接给他们干废。你小子别不当回事，那帮人真的不一样，他们用的手段非常邪门，搞不好一个不留神你就栽了。放心，我谨慎得很。你谨慎？算了算了，你去吧，路上小心。到了京城找冷青云，他是京城那边的负责人，老夫的师弟，会照顾你。行。丁，是否花费2000豪气值将怒尽天火提升至 LV5？
生。我勒个，这才叫能力！500米内同阶生物直接化为灰烬，只要我愿意，方圆500米跟我同境界的全得死，连动手都不需要，牛啊！这还不算完，哪怕高我一个大境界也能造成重度危险，杀伤力简直爆表。况且还有禁毒一直缠身，这哪是技能，这是核弹啊！丁，是否花费2000豪气值将异兽震慑提升至 LV5？生。还能支配异兽，反水神器啊！而且防御力加50%，这他妈才是最离谱的。我有千劫荒体啊！肉身本就恐怖，现在防御又加1半，豪爆了！正好提升一下境界。请出来吧，我知道您在。找我干什么？元神教的狗东西！相柳大人，还请不要这么说我们。废话少说，说是，收完滚！我来给您带个消息，醉蛟王死了。你说什么？醉蛟王在突破5鹰后，被一剑斩杀。5鹰，还是一剑？我们曾发誓结为异兽兄弟，感情深厚，他竟然死了。为他报仇，我枉为他兄弟。这异兽居然这么重感情，但可惜他被一剑斩杀。这种强者我目前打不过，所以从今天起，我们不是兄弟，也不是朋友，只是路人。不对，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。相柳大人，我还没说完，杀他的强者您知道是谁吗？别卖关子，说。那个人叫陆明。陆明？没听过。能一剑斩了醉蛟王，难道是哪个隐世老怪物？醉蛟王好歹迈入5鹰初期了，还能被一剑斩杀，这说明对方至少是5鹰巅峰，否则绝不可能这般碾压。不是，他是主宰序列。哪一个？第6，剑君。境界。宁灵。宁灵斩5鹰，你觉得很幽默？宁灵这种垃圾，能跨过刘灵一整个大境界秒杀5鹰，说出来你自己信吗？当我是3岁小蛇？千真万确。起初我也不信，但情报显示他确实是宁灵，只是和历代的剑君不太一样。听说他为斩杀醉蛟王，甚至亏损了自身天赋。我们怀疑当时醉蛟王刚刚突破5鹰，状态不佳，才让陆明拼命捡了空子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搞半天只是个捡漏的，还付出亏损天赋的代价，真弱小。你找我就是想让我吞了那小子？没错，我们渊神教愿协助您吞噬陆明，更进一步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辅佐异兽序列前10，成为世间最强，消灭人类暴政。您绝对是前10中最具潜力、最能带领我们的。算你识相，我睡了太久。最近外界还出了什么事？主宰序列第5的刀皇白鳞去了省城，具体动向不明。哼！要不是当年老子刚出生不久，早把人类那帮主宰序列全吃了。对了，相柳大人，您如此强大，怎么一直窝在这儿不出去？因为我被人类强者做局了。之前我外出为异兽种族的伟大延续而奋斗，结果遭遇该死的人类高阶强者，
我跟他们大战几百回合，打得天昏地暗，差点就把他们全灭了。结果他们竟使阴招，唉，我棋差一招，逼得我只能逃，只能在此休整。该死的人类，我们伟大异兽就该联合起来，消灭人类暴政。世界属于异兽。怎么抢我台词？说半天不就是怕死吗？你一个流灵巅峰，跟高阶人类大战几百回合，人家一巴掌就能把你拍成肉饼。别的异兽前10早破5鹰了，就你还在流灵晃悠，吹什么牛？还是个家豪。家豪是什么？这是最近人类对强者的尊称。我们查过，陆明在觉醒主宰序列前就被人称为家豪。原来如此，只有家豪才配成为主宰序列，家豪竟是强者的象征。哈哈，那我定要成为这世间最强的家豪。走，去会会那个陆明。算了，只要他肯出手就行。至于家豪不家豪的，随他去吧。我真牛逼啊！别人要是知道我宁龄后期就吃极品流萤丹，估计得当场骂街。但毕竟我掌握了完美的流萤丹方，最好的吃法是先吃1颗打底，再配上异兽精血引爆第2颗，一口气冲进流灵，甚至获得异兽血脉加持。现在就差异兽金血了。到了京城先找高级异兽杀，要冲就冲个最完美的。走吧，京城，哥们儿来了。你就是陆明，我是红爵，京城那边派来的，就让大名。这就是那个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的怪物。5鹰境界。走吧，直升机在机场等着。介绍一下，都是京城艺文局的人，这次跟我一起过来的。这阵容堪称豪华，全是只差一步踏入5鹰的流灵巅峰天才。这小子果然被吓住了。我的任务就是护送你们安全去京城吗？为什么让我来当保镖？是我们护送你啊。别搞笑了，谁强谁弱看不出来吗？豪气值加132，豪气值加168，豪气值加185。脑子有病吗？你先坐。这就是那个雨中舞剑，一剑斩5鹰初期，徒手打趴主宰序列第5刀皇的怪物。传闻他是双生序列，灵魂力比魂妖序列还猛，京城都炸开锅了。这怪物说话竟这么奇葩！坐稳，起飞。听说白灵都输给你了。听白灵说，你的肉体都快跟荒古神一样厉害了。荒古神可是主宰序列第3，流灵时期肉身就能硬挡5鹰境攻击。这小子肉身再猛，应该不至于那么夸张吧？荒古神也配跟我比啊？啥玩意儿？荒古神不配跟你比？你在说什么逆天话？果然含金量上来了，给的就是猛，光这一句话就几百豪气值进账，爽！年轻人啊，真是太狂妄了。说话真是没轻没重，这么狂，以后早晚栽跟头。我去，哪来的野生少罗？你这声音是刚满18岁吗？你在说什么？莫名其妙。居然没人懂我的梗吗？真是无趣。你小子有没有点礼貌？人家的声音是天生的，你这样很没品，知道吗？暖男排狗后面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。
已经到龙脊山脉了，不出意外，再过2小时，估计就到京城了。出意外？你刚才说不出意外？怎么？不出意外的话，估计要出意外了。不过你们也别怕，我已经做好保护你们的准备了。这群小孩对付得了香流吗？怕是要吃苦头。有我们盯着，一条没发育的小蛇掀不起风浪，就当是个测试。倒是这个相流，终究还是按耐不住贪心啊。异兽前10里，相流最蠢，以为吞噬剑君就能天下无敌，痴人说梦。先看着，元神教的畜生等不及了，好戏要开场了。不对劲儿，有情况！元神教的杂碎！护送陆明是绝密航道，对方怎么找这么准 ？Hello 啊，陆明小朋友在不在里面？不在。我是他哥。敢耍我，找死！操！要坠机了！稳住！稳住！你放什么羊屁呢？不知道啊，此情此景莫名其妙就想说。陆明，别害！你害怕了？算了，抓紧我，我保护你。豪气值加123。该死！你们几个保护好陆明。是。放心，陆明，有我们5个流灵巅峰在，没人能动你。红爵队长解决完杂碎就回来，到时候一起送你去京城。肯定没事儿。出门前我妈给我祈福了。对，女神说这次回去就答应跟我在一起，绝对出不了事儿。你们别乱立啊！什么？行了，别走太远，不然我保护你们还费事。陆明，承认你是主宰序列，但你才宁灵，我们可是流灵巅峰。我知道你们境界高，但战力低会自卑。至于反复强调吗？都说我保护你们了，到底在慌什么？豪气值加124，豪气值128，豪气值119。含金量还行。你到底在说什么胡话？什么叫境界高，战力低？我们还用你保护？合着红爵队长不在，你小子越发张狂了是吗？哼！陆明，我们都听说你的事迹了，雨中觉醒，序列爆发，顺手斩了头异兽。但我要提醒你，觉醒爆发一生只有1次机会，不要把当时的战力当做自己的真实战力了。你小子，难怪传闻中说你是家豪呢，这也太……异兽的气息，而且品质好像极高。天赐我也，正好需要异兽精血。陆明，你干嘛？不干！他疯了，快追！看来引开那个五鹰了，接下来就由我亲自吃掉那个叫陆明的家伙，我就能成为最强的家豪，立于此世不败之地。谁在称家豪？哪个敢言不败？家豪时代都不见。陆明，你到底在跑什么？
他是异兽，9个脑袋！家豪，这年头连异兽开始家豪了，这个世界难不成就是一个巨大的家豪？人类，你就是陆明。你也听说过我的威名？呵呵，你这种垃圾也配叫家豪？去，还有人敢质疑老子的家豪身份？老子都这么豪了，还有人要跟我抢？你最好收回刚才的话，并给我道歉，不然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就凭你还道歉，你也配？很好，你已经失去了唯一的道歉机会，因为我这个人绝不接受事后道歉。所有激怒我的人，我都只会送他一个字，那就是杀！